我说这网红的钱呢，还真不能都赚，还是得有点良心。我老公上个月植发了，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呢，那个植发机构的领导不在，然后我们回家呢就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吧怕观众以为我们打广告，我就把这个机构的 logo 全给打码了。视频发出去，他们领导发现了，立马跟他的下属说：“那这么大的网红来咱们店做植发，你们还不想点营销策略？赶紧联系他们。”然后他们团队就找我们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大胖媳妇在我们店植发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你看你们后续能不能再发2个她植发的视频，然后别打码，把我们品牌大大方方露出来，我们付广告费。”我当时吧有点不太敢接，我知道医生确实是尽力了，但到底啥效果咱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同事就跟大胖媳妇说了，大胖媳妇当时乐的脸都变形了。在我们眼里吧没多大事儿，在他眼中老大事儿了。他认为这是他接的第一个明星代言，而且这个代言费他认为跟我张彩玲无关，他理应私吞，给他乐的整个加拿大西海岸全知道了。然后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我爸的股票都涨了，他的头发并没有。找我们做广告的人吧也一直在观测我们的短视频，观测了3周之后，人家不提花钱做广告的事儿了。我猜他们现在也想花钱，但不是花钱让我把品牌露出来，而是花钱让我把品牌打码，最好盖得死死的。大胖媳妇就着急了，她说：“我觉得这植发效果挺好啊，我一共就这些毛囊可以用，那谁还能给我职称刘欢老师啊？可能大家还是没仔细看，为了推动代言，我得努力让大家关注到我的植发效果。”于是到了铁岭，他就勾引所有人看他头发，从而夸他，还让我录。我们跟我姥吃饭，大胖媳妇就把帽子脱了，说：“姥姥看我的植发。”我姥说：“啥叫植发呀？”我说：“就是把秃顶的地方盖上。”我姥说：“啊，挺好，他该植，啥时候去呀？啥时候去呀？”大胖媳妇上火，躺那说：“哎，咋还不找我代言呢？等啥呢？”我都不忍心伤害他，告诉他实情。我说：“你先睡觉，别上火，睡不好那头发能长吗？”我就买了雅朵星球深睡被 Pro 双层的，控温又排湿，我怕冷它爱出汗，正好完美解决。不用被套，贴肤软和，脏了拉链一拉，机洗烘干，换季也不愁。大胖媳妇脑袋能不能发芽不知道，睡觉应该是没毛病了。大胖媳妇认为这些有头发的人一定看不懂植发的效果，于是她走向了铁岭老公园，那里的男人懂她。到了老公园，她钻到老头堆里就脱帽。导致老头寻就开始传。公园西北角来了个老外，见人就脱帽，这么有礼貌，是不是一个传教士？然后有个老大爷问他：“你是哪国的？”他说：“加拿大。”这个老头就冲另一个老头说：“我知道是谁了，来那人是大山，上完春晚能吃了。”听话的老头耳背，跟下一个老头说：“来那个人能吃，昨晚把大山吃了，大山吃了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就没有一个人有植发经历的吗？”他就问我爷：“这里有植发人吗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有人头上边看。”在这人没的。终于碰见一个老头，非常友好。大胖媳妇冲他脱帽，他根本不知道大胖媳妇在干啥，反正看老外脱，他也随一个。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四面都不错，就剩中间这1寸了。”大爷说：“巧了。”我也就剩中间这1寸了，咱俩你说说，凹凸互补。大爷问大胖媳妇：“你这咋整的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植的发呀，你咋整的？”大爷说：“我随我爸呀，我随我爸呀。”大胖媳妇给他的儿子张拿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，开席岁。上个礼拜，张拿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、认真探索，终于从托儿所毕业，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，也迎来了人生第1次家长会。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差了。然后张拿铁去这幼儿园呢，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，他没有外国孩子，也没有外国家长，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，他啥也听不懂，我就想让我爸去。大胖媳妇说：“不，我完全没问题。”自己就去了。他去了之后吧，我爸还是不放心。20分钟之后，我爸偷偷也去了。到了幼儿园，来的没有父母，全是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。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。结果旁边老大爷说：“这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。”白外教。我爸到的时候，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，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。老头说：“你是老师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让你猜到了。”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。人老头问他：“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，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，成为科学家。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。”老太说：“哎呀妈，这外教挺会说话的。”他老伴说：“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。”给我爸气的，回家就跟我告状。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，姥爷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？”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来的，你怎么说的了？我说兰州拉面，兰州拉面，对，就知道吃。除了兰州拉面事件，我爸还继续告状，说人家老师说了，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，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，有编程，有美术，有游泳，有街舞，家长们也可以接龙。我爸就问大胖媳妇：“你想给拿铁学哪个呀？”大胖媳妇反问我爸：“那我能学接龙，谁学街舞啊？接龙听着多酷啊！接龙，接龙。”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。你看这个家长群，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。你看老师
师一打接龙，底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全是报名的，我没看别人报别的，全报接龙。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，还不认真听，净打岔。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。大胖媳妇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。人老师说准备好，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。大胖媳妇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。如此不认真，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。人还没回来，先吃上月饼。他这老外眼里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。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。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，立减叠券，团圆珍贵，好礼不贵，我们幸福过中秋。从家长会出来，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大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。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。刚才老师说2、3岁的孩子叛逆期，脾气大，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脾气大，脾气大，你拉倒吧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脾气大是啥意思？脾气大是啥意思？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？出气的。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。我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，你这汉语都听不懂，你学汉语，你给我学的吗？是我学的吗？拿起。哎，这圣诞不是刚过去吗？马上迎来下个月我们中国的春节，这是东西方2个最盛大的节日。然后我就对大胖媳妇进行了一个小采访，让她聊一聊圣诞文化和春节文化在她心中的小 PK。首先聊一下她更喜欢春节的地方。首先就是她非常迷恋中国的烟火文化，她非常震惊，在中国放烟花，普通老百姓居然自己就能放。咱们可能觉得没啥，但在国外，他们如果想看烟花一般都是到市中心，就景点类的地方，看那种大公司赞助的就盛大的烟火表演，那玩意儿又整老贵了，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买的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烟火，而是无法触及的资本。所以9年前，应该9年前，他第一次来中国过春节，来铁岭，给他吓坏了。我爸搬来一个100发的大礼炮，他以为我爸是铁岭爆破局的呢，就挪用公炮了。后来发现那100炮就只是个开端。第二天，我老姑父又搬来一个300发的，我舅爷又搬来俩。就想，哎呦我的妈，他家导弹军火就这发数，都够女王登基的了，够女王登基的了。话音未落，对面楼连放4个烟花，还是带字儿的财源滚滚。他特地跑一边去看去了。我放财源的时候，吓得把眼睛闭上了，眼睛一睁，滚滚。他说：“你说这扯不扯？眼睛一闭一睁，尊严就没了。”第二点，他喜欢春节的配色，他们圣诞节的配色呢是红和绿。本来吧，从小长大，他也不觉得这俩色有什么毛病。但随着他后来在中国待的时间变长，对很多文化有一些了解之后，很多事就变了。比如去年圣诞节，他在温哥华，我在北京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妈就给每个人发帽子，就给他发个绿的。他说：“我当时吧，也不是不能戴，但就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们遥望着大洋彼岸哈，别人看到的都是波澜如此平静，我就看到一朵翻墙的红线，但我又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。”他说这点还是春节好，不玩撞色。就是红，转圈都是红的，里边是红的，一穿的红裤衩的，这个有吗？这是我的我说的太长了。让他最爱不释手的当属搓澡。实话实说，他第一次来铁岭搓澡是给吓跑了，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有些事一旦养成无法倒退，以至于回到加拿大非常不适应。有一次在温哥华过中国春节，没有搓澡的地方，早上在家冲了个澡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心里可不得劲儿了，就觉得自己那个年过得特别脏。”这是他觉得春节的加分项。当然了，他对春节也有自己要吐槽的点。首先，他不能理解铁岭妈妈们的烫头文化。他说：“我就没有见过铁岭城那么团结过。平时各有各的发型，各有各的 fashion。30的头一天，一夜之间头型整齐划一，所有东北中老年女性都烫成了油油亮亮的小卷，穿着是清一色的羊毛衫。这个区域不是小钻就是亮片，我本来就分不清就该管谁叫啥，就靠头型记呢。统一度量衡了，统一度量衡了。”最后一点就是他不适应春节走亲访友时候大家的寒暄方式。他说：“就每次我一进屋，肯定是，哎呀妈，这小子你咋胖这样的？这头发没剩几根了。而且我胖吧，他说我胖。”你不胖吧？他说你瘦。在中国长辈的眼里，就没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。你就没听说谁一进屋，哎呀妈，这姑娘长得匀匀称称、正正好好，不可能，非胖即瘦。他们的眼睛就是吃。他说我这一点真是不太适应啊。我们圣诞节一见面，那打招呼就是Oh, you look beautiful。哪怕这人真说今年哎妈缺个眼睛，那也不能说呀。说实话就如果我3年没回加拿大，我回家一进屋发现我妈400斤了，那我也是啥也不会说的。她400斤她自己不知道吗？但是过年咱去你家那串门，哎呀妈，瞅这大脸这肚子，你吃多少呢？这咋整的？脑袋长样啊？去年还能有47根，那今年能25根啊？他说你说你奶1.51米小个，怎么老是说头发呢？大过年的来都来了，